7月4号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国庆日。这一天啊，美国总统川普的空军1号在 F-35战斗机的护航下返回到华盛顿，他要参加这一天在华盛顿举办的国庆庆典。应该说这次美国250周年的国庆庆典搞得不太顺利啊。首先是天公不作美，最近一段时期啊，美国东海岸持续高温，温度都超过了40几度啊，所以很多户外的庆典活动啊就不得不取消。再一个呢，就在7月4号这一天的下午啊，在华盛顿啊，突然开始狂风大作，华盛顿周边的地区开始下暴雨，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场啊，那很多庆典活动搞的那个大气的音乐舞台啊，都被吹得七零八落的啊。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back away from the stage. 然后警察现场就开始疏散，让这聚集起来的民众啊赶紧撤离啊。那按照这次250周年国庆庆典的仪式啊，川普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演讲。这天气一下子这样的话，那演讲还能不能进行呢？打了一个问号。就川普这个人呐，那确实还是比较有个性啊。他马上就在他那个真实传媒上发了一个帖子，他说天气没关系啊，我就等，我一直等到这个狂风暴雨结束之后，我一定要出来发表演讲的，哪怕等到凌晨2点我也要出来。那么后来一直等到晚上11点钟啊，川普终于出来发表演讲了啊。这个演讲呢持续了40分钟，信息量还蛮大的啊。他的演讲一开始呢，致敬美国历史上4位伟大的总统。Night at the beautiful Mount Rushmore. What a beautiful place, where Washington, Jefferson, Lincoln, and Theodore Roosevelt loomed over my shoulder as I spoke. 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罗斯福，应该说这4位总统啊，是美国历史上公认的最伟大的4位总统。华盛顿是美国的第1任总统，也是领导美国大陆军打赢独立战争的总司令。杰弗逊呢是独立宣言的撰写者，林肯那是南北战争，当时美国国内分裂了，打内战，他领导了北军，打败了南方分立势力啊，统一了美国啊。那么第4位罗斯福，那是在2战期间领导美国啊，打赢了反法西斯战争，让美国呢从一个局部的这个大国变成了一个世界领袖。所以这4位总统啊，是美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4位最伟大的总统。川普在致敬完这4位总统之后，他就讲了啊。This is only the dawn of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Did 2.5 centuries ago that for our country and for our children and for the cause of liberty, we are going to take our country to new levels, to levels not reached. We're going to make it bigger, better, stronger, and we're going to love it even more. 今天的美国啊，已经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上帝把我们指向天空，我们就用来飞跃；把我们指向海洋，我们就用来跨越；把我们指向问题，我们就用来解决；把我们指向任务，那别的国家都认为不可能完成，我们美国 USA 美利坚那肯定就是能够把它完成。讲的慷慨激昂啊！紧接着他就讲了 Fascism, Americans stood against the evil of communism in the Cold War. America will never be a communist country. Won't happen. Communism is a loser, and it always will be. The communist system is the opposite of the American system, and the communist system has never worked. We're not going to let it happen. 他说美国啊，他现在有一种危险，他说有可能陷入到共产主义这个势力里头去啊。他说共产主义那不适合美国的国情啊。说共产主义都是一些失败者的联盟。这里我要补充一个信息啊，川普在7月4号之前的前一天，他就跑到美国那个总统山那个地方啊，他也搞了个演讲。在那个演讲中啊，他也讲到了美国现在有重新陷入到共产主义阴影中间的危险。但这里他所讲的共产主义啊，不是讲的那个国际上一般的共产主义。大家都知道，那共产党那世界上最大的势力在哪儿啊？在中国啊。
中共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共产党啊，党员都超过1个亿了啊。他川普，你想想，跟习近平是好哥们儿，他从来没有说共产主义、共产党、中共是失败者的联盟。他说中共、习近平那是伟大领袖啊，那习近平在北京接待他，那他觉得特别的骄傲啊。他所说的这个共产党啊，指的是美国国内啊反对共和党的这个以民主党为核心的这些反对势力。他认为他们这些人搞的就是共产主义，美国千万不能落在他们手里头啊。然后紧接着他就讲了 And we want to keep America great, and we will do so by approving the Save America Act, which means all voters must show voter ID. All voters. 这个拯救美国法案呢，现在在众议院已经通过了，参议院还没有通过啊。它这部法案呢，在美国国内啊，争议非常大。那它实际上核心呢，就是选民啊，在投票的时候啊，要进行一些身份的核实。你比如说你有护照啊，或出生证啊等等啊。过去美国投票是不核实这些信息的啊。当然，如果你要是乱投票，你比如说你伪造投票，那你要吃官司，那是处罚还是很严重的啊。川普现在这个法案他就说必须核实。那这个争议为什么很大呢？因为美国人很多人没有出生证啊，甚至没有申请过护照啊。那你如果让他去投票的话，专门准备，很多人就不去投票了。所以民主党就反对，就这个法案争议非常大。川普就说了，这个法案如果通过了，那美国未来100年的选举啊都不会有问题了。And there will be no mail-in ballots except for illness, disability, military deployment, or travel. And you won't have cheating on the elections anymore. It's very simple. Together, we are also reasserting the truth that. 那么，川普的这个演讲啊，持续了40分钟。演讲结束之后呢，就搞了一个大型的焰火晚会啊。但这一次啊，250周年的国庆庆典，美国的很多媒体啊，就批评川普的这次典礼啊，批评主要有2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你看过去美国的这个国庆活动啊，大家都管得稀松。大家就在那个华盛顿的纪念碑那儿搞野餐，但这次呢戒备森严呢，进去据说还有安检。美国已经不是过去的美国了。另外一个就是川普的这次国庆演讲啊，他跟过去历届美国总统在国庆的演讲啊风格不一致。因为国庆啊，它不是党派之争，它是美国社会各界凝聚共识的。所以过去美国的总统在这个时候的演讲呢，多数都会强调美国的价值，美利坚这个国家，而不会把这个场所啊当作党派之争的这么一个舞台。但大家可以看一下川普的这次演讲啊，他还在这攻击民主党嘛，说你看民主党你要把美国带到共产主义的深渊里头去啊。所以很多人批评川普，就是这个演讲他又破坏了美国的宪政传统。说美国从建国到现在这250年的历史啊，其中前一半从一个初出的国家逐渐走向强大，最后呢变成世界霸主的过程。那么最后呢，在后面的一半呢，就是美国啊领导全世界啊，变成一个世界灯塔的过程啊。那么美国的强大基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美国今天会面临这样的挑战呢？那么很多人都觉得啊，美国的强大是因为美国有很多资源。其实我个人认为不是。因为美国啊，虽然它是一个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啊，比如说有农业资源、广袤的中部的平原，然后有石油，然后有淘金，但其实美国真正的强大是来源于它的制度。那么美国的制度到底是什么？那么为什么这个制度在今天现在也有很多美国人呢就没有办法达成共识了呢？所以在美国国庆日的第2天啊，我想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聊这个话题之前呢，我想起来了100多年前的一件往事。就1896年的时候啊，就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鸿章啊第一次出访，这是3000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是中央治国，万方来朝，都是别的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中国去访问啊，朝拜嘛，那朝贡体系啊。但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是不会到其他国家去访问的。所以1896年李鸿章呢到欧洲亚洲也包括美国去访问呢，这是3000年来的头一遭。他先去出发了俄国，然后又去德国、法国、英国转了一大圈，
在1896年的9月份，他到了美国。到了美国的时候啊，受到了美国隆重的欢迎。当时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呢，专门从华盛顿到纽约去迎接李鸿章，响了19响礼炮啊。然后李鸿章在美国各界就看来看去，他有一天接受了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的采访。这个采访呢，现在呢还都能看到原文，挺有意思的啊。当时呢，那《纽约时报》的记者就问他，他说：“你怎么看美国呀？”李鸿章就说：“哎呀，这美国太好了，给我接待的非常好啊。说美国啊，我最新奇的哈，说那个摩天楼啊有20多层高，看起来挺结实的，但是我们中国不能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有台风啊，台风一来啊，那可能把这个楼就吹倒了啊。”然后呢，这个《纽约时报》的记者就问美国国内政局，李鸿章回答还挺得体的，他说：“美国政局我们不太了解，但是有这么多党派。”我们不理解，这党派之间搞来搞去的啊，他怎么能代表国家利益呢？但是他对媒体态度比较好，你看美国有很多媒体啊，对美国社会的进步促进的比较大。同时他就讲了，他说美国最近有一段时期啊，搞了个排华法案，他说这个非常不合理。美国现在你们搞这个美国制造，为什么你现在竞争不过欧洲？是因为你的劳动力太贵了，你们把我们中国的劳动力都给排除到外去了。所以他就呼吁《纽约时报》的美国媒体啊，督促美国啊来改变这个排华法案。我觉得历史啊，有的时候啊，是蛮相似的啊。因为李鸿章呢，100多年前啊所面临的问题，跟今天中美之间所面临的问题啊，有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美国现在你看，从某种角度来讲，不也在搞类似于排华的这种法案吗？李鸿章那个时期也有类似的这个情况啊。那我为什么要讲李鸿章访问美国这段历史呢？就当时的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啊，对美国的理解应该说啊还是比较肤浅的。那么美国就我刚才讲的，它究竟强大的基因是什么？是制度，还不是资源。为什么它能够繁荣发展起来？那这个制度到底又是什么呢？其实啊，就是美国1787年啊，他们制定的美国的这个宪法。美国的这部宪法啊，是全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包括特朗普这次在国庆演讲里头，他也讲到了啊，他说美国这个国家就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一个政治实验。这个呢，其实也是过去啊所有政治学者的一个共识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过去所有的国家它都是演进而来的，不是设计出来的。你比如说英国历史上大宪章，那是英国一开始就是一个王国，王权大于一切。结果呢，贵族起来之后跟王权斗争，就斗争的结果呢，形成了一个大宪章。所以英国的宪政传统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间一步一步演进出来的。但是美国情况不一样啊，美国当年打独立战争，英国国王在美国征税，美国新大陆的移民不干，说无代表不纳税，结果就跟英国干起来了。美国打赢了独立战争，打赢完独立战争之后啊，北美的13州就基本上啊就变成了一个松散的国家联盟，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欧盟。那么当时不是一个联邦条约吗？这联邦条约啊非常非常的弱，每一个州都可以否定这联邦的决议啊。所以其实北美13州在打赢独立战争之后啊，基本处于这种各自为政的这么一个局面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1787年55名代表就聚集在了费城独立宫，搞了一个制宪会议。那制宪会议的头那就是华盛顿啊。这个会议一下子开了4个月，这4个月啊制定的这部成文宪法，它是人类历史上的头一遭。它实际上是在设计一个国家，就是说这个国家原先是个白纸啊。你想想，北美殖民地当时是个新大陆，这新大陆呢，之所以新，是过去没有什么历史，一帮来自于欧洲不同国家的移民到这里头来了。现在我们把那宗主国打败了，打败了之后怎么办呢？这国家到底怎么治理呢？实际上也没有过去的传统可以沿袭了。于是乎，这55名代表在这里头啊，就要制定一部这国家的宪法，就是设计一个新的国家，按照图纸设计一个国家。那设计这个国家的时候啊，这些美国的社会精英们，他首先想到这么一个逻辑啊，就是美国社会啊，它不是一个民主社会，它应该是一个共和制。所以所谓的民主社会啊，他们讲的就是古希腊那个时期啊，那个直接民主。
所以当时美国的这些社会精英对以古希腊为代表的直接民主都有一种深深的警惕，他们就认为啊，说哪怕是每一个人都是苏格拉底，集合在一起的古希腊的那个公民大会也是一群乌合之众。所以呢，他们设计了美国呢，就是一个共和制而不是民主制，代议制而不是直接民主制。所谓代议制是吧？就是你要选出议员，然后包括美国总统选举是选举人团制度，不是一人一票选出美国总统。应该说，美国的这些先贤们在制定美国宪法的时候啊，就对民众本身呢，其实有深深的这个疑虑或者说警惕啊。那么在制度设计上，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国家本身呢，应该是促进保障个人自由的，但是如果没有国家，其实你的个人自由也没有办法保障。所以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中央政府，那是跟过去的那个联邦条约那个弱政府不一致的。但是当国家的权力巨大之后呢，它有可能侵犯个人自由，于是在国家层面呢，设计了三权分立，就是立法、行政、司法这三个权力互相制约，以保证国家的权力啊，它不会去侵害个人自由。总体来讲，费城的制宪会议啊，大致的这么一个目标就是如此。当然这里头争来争去啊，争了很长时间，一共4个月的时间达成了共识啊。那么为什么说当时的美国这些社会精英对这个民众的直接民主有一种深深的怀疑呢？其实当时还有个案例啊，就当年的罗德岛，大家都知道，也是美国的一个州啊。这罗德岛啊，他们当时呢，他们那个选举权利啊，就规定你只要是有农场的，你就可以有选举权啊。那当时罗德岛那个地方有大量的农场主，所以他们基本都有选举权。后来在美国的独立战争啊期间啊，这罗德岛的很多人就借了债，你想打仗嘛，要借钱嘛。战争结束之后就面临还债的问题，但是罗德岛的议会呢，都是这些农民选出来的代表啊，他们当时就出台了一个法案，说这个债呀可以用自己发行的纸币来偿还，但是他们发行的纸币呢又没有金本位啊作为这个准备金，就是他们自己印的。那当然了，你欠的钱嘛，我印出钱还给你，这当然最好了啊。于是罗德岛的议会就出台了这么一个法令，自己印钱还这些债。结果呢，这个东西啊，它不得人心。为什么呢？你印出来的钱如果不能换成黄金的话，那你这钱那本身肯定是通货膨胀啊，贬值啊。所以当这个法令制定完之后啊，这些纸币进入到市场流通的时候，很多债主就不接受。你想，你给我这纸币，很快就贬值了10倍啊，变成了原来是1/10啊。他就要求这些借债的人呢，按照这纸币10倍的量来偿还这个债务。结果那债权人肯定不愿意啊，于是呢，就双方就打官司。当时罗德岛的议会就说啊，必须接受这些纸币，还必须按照这个面值来接受。如果谁要是不接受的话，罚款100美金。当时100美金是天文数字啊。结果这么一搞啊，就搞到罗德岛那个地方金融市场啊，就乱套了。就很多小业主就关门了，因为你不关门，别人拿着纸币到这来花，你接受不接受？你不接受的话，你就违法了；你接受的话，你自己就赔钱，所以搞得怨声载道。当时美国其他的州都说罗德岛叫流氓州，包括呢华盛顿也都说罗德岛这是瞎搞。为什么是瞎搞？就是因为罗德岛啊，它的议会被这个流氓式的这个普通老百姓啊，他的民意给劫持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美国宪政体系中间呢，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他为什么认为罗德岛这个东西是流氓？就是你罗德岛的这种民意，你侵犯了本身的财产权，公民的财产权。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美国宪法本身既有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也有对民众权力的约束。你看这美国宪法通过之后，不是马上通过了10条的权利法案吗？权利法案开篇就讲啊，国会不得制定国教，不得制定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那这个其实限制的就是民众的这个权利，因为国会代表民众的权利嘛。所以这一套比较精巧的三权分立的制度啊，设计完了之后，就有了美国伟大的宪法实验。应该说啊，美国的过去250年的繁荣啊，正是在这一套宪政体系的运作之下啊，给全世界打了一个样板。所以有人说美国是灯塔国，
确确实实是登大国。你比如说，他为了防止这个民意本身对政策的影响，他就设计了参众两院。参议院一方面体现的是州权，大家都知道当时中间伟大的妥协但另外一方面呢，参议院它一开始设计的时候还不是民选的，是各州的议会选举的，而且它的年龄本身也有限制它的任期也比较长，是6年，跟众议院不一样。为什么这个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任期不一样呢？因为众议院有可能受到短期民意的影响，而参议院你就相对来说可以用政治精英来统治。所以美国宪法本质上来讲是一个政治精英统治这个国家的宪法。过去的200多年应该说正是在这种宪法的这个运作之下，产生了今天伟大的美国。到了1900年左右的时候也就是李鸿章访问美国时期，美国的人均 GDP 差不多已经超过了英国。但这个时候呢，美国呢还是在孤立主义他们就是在认为他自己是一个新大陆，对欧洲那个事情不感兴趣但是经过了2次世界大战，美国不管说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吧，最终成为了世界领袖。那么从1945年到现在，雅尔达体系它差不多80年的时间那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领袖。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讲，理解美国的社会制度，我觉得有一个人他写的几本书不能不提。那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琳达，他写的《近距离看美国》一个系列我还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是通过这几本书最开始了解美国的社会制度的。琳达的《近距离看美国》好像一共有4本。第一本呢叫《历史深处的忧郁》，第2本呢叫《总统是靠不住的》，第3本呢叫做《我也有一个梦》，第4本呢叫《如彗星划过夜空》。这第1本书呢，我还记得那本书里头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内容，就讲的美国的辛普森案。辛普森案当时不是1994年发生的吗？整个审理持续了1年多的时间。那么琳达本身在介绍这个案子的时候他其实给大家就反复的讲一个观点，就是美国的司法审判呢，它其实是庭审中心主义，就是控辩双方在法庭上是平等的，法官只是主持这个平等的双方的辩论，最终裁决的呢是美国的陪审团。在这个介绍的过程中间，他讲述的就是美国的司法制度只能追求程序正义，而不能追求这个实质正义。你想想辛普森当时杀妻案应该说对检方非常有利的证据是大把。我觉得辛普森如果在中国肯定是判罪无疑了。你想想辛普森的血迹在他前妻的家里头发现了，跟他的 DNA 是匹配的，地上留的脚印就是他那双鞋的。在现场发现了一只手套，在他们家门旁边后花园又发现了一只手套，这2个手套是一对的那么辛普森曾经有过这样的手套。然后呢，这个他自己的血迹在他自己的汽车里，包括他自己的家里头也有。而且辛普森还没有当时案发时那45分钟这个他不在场的证据。你想想这么充分的证据最后呢打来打去，结果呢这检方打输了。这控方当时主要是进攻2个人，一个姓冯的华裔警官在现场采血，是不是？这个采血的过程中间，他漫不经心，不太认真，结果被这个辩方给攻的是非常狼狈。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警官叫福尔曼。那福尔曼呢，他平时跟别人讲话过程中间有一些种族主义的言论，结果都被人家检方发现了，在法庭上最后把他攻得七零八落的，最后不得不引用宪法的第5修正案，就是禁止个人自证其罪。结果呢，就在1995年，那陪审团就一致裁决这个辛普森无罪。但是你要问我新政，你说辛普森是不是他杀了他妻子我认为就是他杀的。包括他，大家都知道，2024年辛普森去世之后那不得有个邻居嘛，就出来接受采访。他说当年实际上他就看见了辛普森就在那个案发的现场，他是雇了几个人把他妻子给杀了。那么他不敢说，当时警官找到他的时候他受到了威胁，他不敢讲，所以后来警方还拘留了他20多天。他说过去30年他一直生活在噩梦一般的日子里，直到辛普森去世之后他才敢讲。那么这个案子琳达在介绍的时候他就讲了，他说美国的司法体制就是如此。当时美国社会也有质疑
说辛普森搞了一个梦之队，花了2000多万美金，请了最豪华的律师团队为他辩护，最后呢，他能赢得无罪的这个状况啊。他在书里头就讲了，他说能花钱买到的正义，这其实也是一种社会进步。说句心里话，这个结论啊，当年我看的时候啊，我觉得挺对的。那现如今呢，其实我看法有些区别啊。你如果只有有钱的人能够买到正义，其他人无法获得这种正义的话，这到底还是不是正义呢？我觉得打个疑问。第二个呢，他反复讲啊，他说美国社会啊，其实对辛普森的这个通过程序正义来脱罪啊，他是不是坚决的认可？其实事后在2007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辛普森因为一个抢劫罪啊，直接给判了33年有期徒刑啊。那你说后面那个抢劫，其实他就带着一帮小孩冲到拉斯维加斯的一个纪念品商店，然后抢那些纪念品。实际上在我看来，那个案子啊，罪行很轻，结果那个法官直接判了他33年。你说那个法官判他33年囚禁啊，跟他此前在他杀他前妻案过程中间脱罪有没有关联？我个人认为还是有的。所以你说这个实质正义和刑事正义之间是完全割裂的嘛，也很难啊。但我觉得林达那本书最大的贡献啊，就是让中国的这些读者啊，第一次比较系统的了解了美国的司法制度。后来他的第二本书啊，写的总统是靠不住的啊，讲了水门事件嘛，讲了共和党那些250到民主党的竞选总部里头是装窃听器是吧？第一次没装好，然后都失灵了，又去搞一次，结果被发现了啊。后来在美国媒体的穷追猛打下，最后尼克松呢下台了。讲的就是美国总统，他虽然是贵为总统，最后呢就是在美国的这一整套社会运行机制的运作之下，最后呢也不得不向制度低头。他第三本书呢讲的就是我也有一个梦，讲的是美国呢黑人的平权运动的历史啊。在这本书的最后部分呢，他讲了这个世界大同梦，讲到了全球化，讲到了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平权制度啊，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对美国的黑人有过度保护的嫌疑了。应该说啊，就林达这几本书啊，他基本上对美国的社会制度啊都充满了溢美之词。我们当年也是通过这样的书的启蒙，了解了美国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看看今天的美国社会啊，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它远远不像林达那本书所描写的那么完美。就是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特朗普上台之后啊，尤其是去年，那么4月2号他不是搞了解放日那个关税吗？特朗普的大量的行为都在挑战美国的宪政体制。他当时在解放日的关税战的过程中，引入的叫一个国际经济紧急授权法，然后他就说把美国宣布啊，美国进入到紧急状态了。在紧急状态的情况下，美国已经不行了，就差快戒严了。然后呢，就开始对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开始征关税，啊，最低的征10%，高的征35%、50%都有啊。后来这个行为呢，就引发了一起美国的宪政诉讼。这个案子在今年的2月份宣判了，美国的最高法院呢，以6-3的比例啊，裁定特朗普的解放日的关税啊是违宪的。为什么是违宪呢？美国的法官啊，就多数法官就认为啊，就是美国的内部啊，国际紧急经济状态法啊，本身呢，它其实啊，从来没有授权一个总统啊，可以征收关税的权利。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美国的总统啊，通过这项法律啊，延伸出来给自己征收关税的这个权利。关税这项权利啊，就是在美国的宪政体制中，它属于国会，不属于美国政府。如果你政府可以征收关税的话，你就相当于政府这个行政分支啊，侵犯了美国国会的权利，就裁定特朗普，你的所有的关税都失效，要把这关税退回去啊。但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这个最高法院的裁决之后几个小时，特朗普就出来了，他就说你这个失效了，那我马上引述美国历史上还有一部叫贸易法，这贸易法里头第122条里头规定，我也可以征收关税，立刻就对很多国家重新征10%的关税。从这个行为你可以看出来什么呢？就特朗普啊，实际上他对美国的宪政默契啊，他是不在意的。我过去也曾经讲过啊，就美国的这套宪政体系啊，它其实运作过程中，它靠的啊，不是一种强制的外力约束。你就比如说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完了之后啊，
美国政府为什么会遵守呢？不是因为美国最高法院它本身拥有军队命令特朗普执行，而特朗普他是美国的三军统帅的，对不对？但是过去美国的这个宪政运作过程中间，美国政府就是会遵守最高法院的裁决。那如果他不遵守呢？其实最高法院对他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办法。而特朗普今天啊，他实际上就是在挑战这种宪政默契。你最高法院不是裁决我不可以征税吗？那我就再找一个法律来，我还是可以征。那这个危害是什么呢？当一个美国的总统啊，他不遵守宪政默契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尽管其他人也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啊，然后呢来推翻特朗普这些行政命令，但是你会发现这些所谓的这个诉讼程序啊，它特别漫长，特别低效。他在面对一个这样完全不在于美国宪政默契的总统的时候，他会显得特别的力不从心。所以啊，就是美国这套制度它本身的运作，它极大的依赖于美国社会要形成一种高度的制度共识，而这种高度的制度共识啊，现在渐渐的流失掉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再往前推进一步啊，那么我个人觉得就是美国今天的社会啊，他们其实在面临一些重大问题的时候，共识已经没有了。你就比如说移民，美国自开国的时候啊，它就是一个敞开面对全世界、欢迎移民的国家。因为美国所有的人都是移民来的，新大陆嘛，新大陆就是一个陌生的土地，没有人嘛，所以谁都可以来嘛。所以你可以看一下美国的法律，它对所有的移民其实都是持非常欢迎的、包容的态度的。那么现如今它面临一个挑战是什么呢？当年这些移民到美国的时候啊，那美国这个国家对移民本身它也不承担太多的责任和义务。但现在不同了，你只要是一个非法移民到了美国，你就可以领一张白卡，看病就不要钱，你的孩子就可以上学。但你想想，这是要成本的，这成本由谁来付出呢？由美国其他的纳税人来承担。于是乎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围绕着移民啊，在美国社会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撕裂。那么反对这些非法移民的人就认为不公平，这些人来了又不交税，然后呢我们还得养活他。那支持的人认为这其实就是美国社会的传统啊，美国从宪法到现在250年来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就形成了极大的撕裂。当然了，美国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啊，那其他领域的撕裂也是非常巨大的。比如民主党一直在推行平权，什么性少数群体，但是保守势力呢，大家都知道现在有骄傲男孩，是不是？包括这次美国国庆的时候，那些骄傲男孩也出来开始游行啊。那有人说这个骄傲男孩啊，是代表了美国右翼的一种新势力的成长。所以可以看到美国社会的这种极端撕裂，最终产生了特朗普。那这种极端撕裂所导致的美国今天的社会问题是什么？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就是美国宪政的基石啊，它慢慢的在流失，就是这个社会共识慢慢的不见了。那么如果美国按照这个特朗普今天的改革啊，那会导致什么结局呢？在我看来啊，就美国它慢慢的会变成一个普通国家，不再是一个灯塔了。你想想啊，假如说美国禁止所有的非法移民到美国去，禁止所有的这个其他的那个移民通道啊，那这你想想不跟加拿大一样吗？跟澳大利亚一样吗？跟日本一样吗？对吧？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正常国家。我说的正常国家是打了引号的正常国家。过去美国它不是正常国家呀，它是灯塔呀，全世界只有美国是一个例外呀。你只要是个人，你不管是走线也好啊，你不管通过什么方式也好啊，你游到美国去，你就成为了美国这块土地的主人。所以它是灯塔呀。但现在不行了，美国可能现在慢慢要筑起篱笆，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普通国家。那么变成一个普通的国家，还能不能继续领先于全世界呢？那美国今天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啊！因为过去的80年，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从来没有遇到过挑战，真正意义上的挑战。但是在今天，美国的制造业、美国的这个经济啊，也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挑战。那假如说，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下，美国慢慢的变成了加拿大，变成了这个澳大利亚，那么它的制度优势还能继续维系吗？也包括那个琳达啊，
我看了琳达呢，她自己的观点也在发生一些变化。琳达实际上她是夫妻两口子啊，她丈夫叫丁一夫啊，她女的叫李小林吧，他们两个人共同使用的笔名啊。但前些年这两口子离婚了啊，这丁一夫又找了一个研究西藏的学者结了婚啊。他在2018年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他说啊，现在到了我们认错的时候了。当年呢，美国在讨论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反对把最惠国待遇跟中国的人权问题挂钩，就要把这两者脱钩。他说呢，当时后来就这一派啊，就赢了。于是乎呢，中国加入了 WTO 嘛，全球化嘛。但是呢，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大家可以看到了啊，中国成长了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他发现有一个他很难理解的现象，就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啊，没有成为中国人要求民主的动力，相反变成了中国对外价值输出过程中间的进攻性的工具和武器。于是乎啊，他对这个全球化，当年他在我也有一个梦最后一篇文章里所讲的啊，那世界大同全球化的一个梦想，他开始有了一种深深的怀疑。所以他说他现在是到了为当年的行为承认错误的时候了。我看这个丁一夫啊在网上的言论啊，他慢慢变成了一个川粉，就特别狂热的支持川普。但我在想啊，这川普实际上对美国宪政体系所构成的一系列的破坏，他没有看到吗？他当年所构建的美国的那样一种制度的理想形态，跟川普今天的所作所为一致吗？就川普现在无视国会的那些立法，无视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我就不知道他内心是怎么想的。所以我在想啊，今天的美国啊，我借用琳达那本书啊，他真的今天不再是那种所谓的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就如川普所讲啊，而真的是美国的社会制度啊，在经过了250年漫长的运行之后啊，它开始啊建构起来一个新的挑战。这个新的挑战，它考验的是250年前的先贤所设计的制度，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还有多大的容错性，多大的制度冗余，这才是美国今天所面临的历史深处的忧郁吧。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Mount Rushmore, what a beautiful place, where Washington, Jefferson, Lincoln, and Theodore Roosevelt loomed over my shoulder as I spoke. This is only the dawn of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did 2.5 centuries ago, that for our country, and for our children, and for the cause of liberty, we are going to take our country to new levels not reached. We're going to make it bigger, better, stronger, and we're going to love it even more. Fascism, Americans stood against the evil of communism in the Cold War. America will never be a communist country. Won't happen. Communism is a loser, and it always will be. The communist system is the opposite of the American system, and the communist system has never worked.